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胖开车看世界。在上期视频当中，是拍摄了斯里兰卡最著名的景点狮子岩，或者叫做 Sejeria 的内容。拍摄完之后呢，在旅行的当天我住在了另外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叫做波隆纳鲁沃。本期视频的内容就跟这个城市有关系。作为斯里兰卡第二古老的王国，波隆纳鲁沃在公元993年阿努阿德普勒毁灭后，成为斯里兰卡的首都。这座充满绿色的城市由国王帕拉克拉马巴胡一世建造，在12世纪和13世纪见证了无数文明在这个王国的发展，包括诸罗王朝、南印度教和佛教僧伽罗人。这座城市充满了可以去探索与考古的宝藏，寺庙、神社、宫殿和遗址点缀其间。探索帕拉克拉马巴胡一世国王时期的宫殿，曾经是一座拥有50多个房间的巨大建筑，如今令人印象深刻的墙壁依然是非常坚固的。狮子雕塑守卫着通往国王接见大厅的楼梯，墙壁上会排列着雕刻精美的石像。国王的游泳池里有巨大的鳄鱼嘴雕塑。波隆纳鲁沃同时有由石头建成的最古老的印度教寺庙，隐藏在一小片森林空地当中。古代城市群现在已经成为旅游景区，被完整的保护起来。现如今，当地人与游客居住的地点都位于整个古城区域的南侧。城市的西侧是帕拉克勒莫湖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旅游景点。这片湖很大，可以选择不同的区域进行拍摄，用无人机航拍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而且这个地区呢，同样是不限制无人机进行拍摄的。现如今，如果您去探索这座城市，会发现人们常住的区域大概分为3块。如果是注重观赏人文风光，我个人建议还是住在城市靠北的那片区域里，离着古城遗址很近，并且如果想仔细研究或者探索一番古城遗迹的历史文化氛围，还是要留出充足的时间。整个古城遗址面积很大，南北长大约5到6公里，东西宽度也有大概1到2公里，而帕拉克拉马巴胡一世国王宫殿的遗址就在这片区域内。所以住在城市北部这片区域里可以节省时间，如果住的不是太远，甚至可以步行直接前往遗址。另外，如果您前往当地，请务必提前订好一个好一点的旅馆，价格虽然可能不是太便宜，但是足以满足您挑剔的味蕾。沿着帕勒克勒莫湖的几家比较高档的度假酒店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如果不想花太多的钱用在住宿上，请务必提前准备一点吃的，因为谷歌地图上关于当地餐馆的描述并不准确。这个商店本来是想过来找个吃的呢，结果全空了。这商店，他这个国家不是破产了吗？所以这个整个都人去楼空了。看来这商店还没恢复吧？这是银行，这是个上头都没开门。哦，没人，走吧。就那边还开着，那个不是吃饭了，那边不是吃饭了，走。不，54，这1公斤嘛，100啊，100克。boneless 无骨的猪，boneless 无骨的猪肉，你算260除以42多少钱啊？6块，30块钱一斤啊？30块钱一斤是吧？500克。我操，那贵，那是贵，他这肉卖的真贵。我看他蔬菜啊，蔬菜他妈论克卖，太狠了，100克64.3块，除以42是
1.5块左右100克，7.5块5左右1斤啊。这奶牛，这个不能说是奶牛，这可能是个母牛，但是不一定。我看出这个哈，66。250克，70、250克啊，这就比那个超市卖的便宜了。这45、250克，那么超市都是100克，这就比超市卖的便宜多了，这个就。哦，我看它这个菜心为什么是这个样的？你等我快看一眼。不是，为什么它这都这样了？这都这样了，太小了。60、45，这就比超市卖的便宜多了。哎，你知道这个到了国外不知道吃什么啊，就得吃这个。另外，由于斯里兰卡当地在2022年底到2023年初的国家破产，导致的商业萧条，在波隆纳鲁沃这类远离科伦坡的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。所以，有限的几家开门的餐馆，且不说味道如何啊，仅看卖相和卫生状况呢，就不会令人非常的心情愉悦。而像是主要商业街上的若干商场，同样是会有这种人去楼空的现象。如果您不想终日与肯德基为伴的话啊，那我个人建议还是提前准备点零食吧。以上的内容就是今天给您说的波隆纳鲁沃的旅程状况。我的旅程还将继续，请您时刻关注我的频道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